李姐，等半天了吧？刚才临时加了个会。哎，坐。哎，好。那个李姐，您找我来有事儿啊？就是聊聊。啊。没想到你跟孙局这么熟哈，万海案你们配合的挺默契。从你接手万海案以后，也就10天吧，公安那边就对张文京立案了，对吧？李姐，我知道您心里怎么想的。对，我跟孙局配合的挺好，这么多年了，互相都非常信任。他们居然把桥头给换了，把我办成了黑社会，换上来的就是刚刚那位姓谢的，不问青红皂白，上来以后就跟我说，如果你要是认罪认罚，就可以轻判；如果你要是不认罪，就让你把牢底坐穿。这是作为一名检察官应有的办案理念吗？我觉得张文京有问题，于是我就让孙局去查了查，他果然是有问题。这么多年，都是这么配合的呀？那万海案，就说张文京案吧。张文京案，咱们是不是没有尽到审查义务？审查的时候出现问题，退回公安补充侦查，这样的情况也不少见了。只是张文京的案子没有退回补充，主要是因为时间太紧了，光顾着配合了。哦，对了，李姐，你是觉得昨天饭局上大家关系好，你有点担心是不是？啊，说白了，我们的确是配合默契，这可是这么多年合作、监督、摸爬滚打在一起的磨合出来的默契。啊，当然，大家都不能有私利，互信程度、办案效率高，这可是咱们东平人民之福哎。您说是吗？咱们一起共事有18年了吧？从我们第一次进入市检察院，就是您带着我们，也算是我们的半个师傅。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心里头复盘。你说，是不是有先入为主、疑罪从有的问题啊？李姐，这话关起门来说说就行了。要我说，张文京的案子是扯了，证据上有瑕疵嘛，指导组有力压，哎，但不等于说对他的指控全都错了。昨天蓝书记怎么说的？您还记得吗？不要因为张文京影响到了万海案，要有大局思维嘛。伪造文书很有可能是万海团伙为了混淆办案人员视线，企图将罪行推脱到张文京一个人身上的一种手段。张文京态度反复，也很可能是内部利益分配不均造成的。万海案其他的证据链都已经闭合，我们只要将张文京另案单独重查就好。把证据有瑕疵的张文京案剔除，单独审查。万海案证据链闭合没有问题，依然可以起诉。也别那么早下结论。那几处笔迹作假，王海说是他做的，你们又进一步核实了吗？钱波指使邵小燕诬陷万海，钱波的动机又是什么？你们查过吗？案子都到审判阶段了，瑕疵排除了就判了，难道这个时候我要没事找事吗？李健，这么多年了，大家联合办理案子，那真是数不胜数啊。同志们来往多些，关系好些，这不是人之常情吗？蓝书记惜才爱才，着眼东平的大局。哦，对，就是因为你万海案办得好，才让你上桌了。
请002-4到01号窗口。吴老师，吴老师，钟梅来了。在12309呢，你是不是得赶紧去一趟啊？请002-5到03号窗口。请002-6到04号窗口。跟我走吧，我带你们见专委。我们家老乔这一辈子兢兢业业，从不拿人家吃人家的，这他怎么就变成了贪污受贿的罪犯？到底是怎么死的？谁能给我一个真相？有人拿我和乔依然威胁周彪，所以周彪才去公安局报案，承认老乔受贿，他们才在我们家搜出了大量现金，这完全就是被胁迫的。周彪现在人在哪儿？可不可以出来作证？他现在也不敢承认，但这个事儿他跟我说过。周梅同志，你反映的情况我们会进一步了解调查，同时也会向上级报告。我保证，一定会给你一个公平公正的处理结果。但这需要时间，再等等。需要多久？需要按照程序一步一步的来。老乔2月26号没的，到现在多长时间了？我就是想知道他是怎么死的。我觉得老乔的死有问题。洪亮，老乔的死，起码在你心里是有疑点的，是不是？说话呀！所以呀，那天你和郑亚萍大晚上去我们家给我做工作，说省里会派车拉老乔去做2次尸检，可结果呢？现在呢？现在这地底下埋的是不是老乔，我都不知道。你干他干什么？你干我！我就知道这个女人靠不住。逐浪游泳馆，你是不是在那儿办过会员啊？李淑婷，认识吗？真没想到你们这也能查到，看来我小看你们警方了。回答我问题。既然你们已经知道先生的存在，那我也没必要隐瞒了。我和李淑婷都是他的弟子。
弟子，嗯，你们这邪教是吧？来，正好说说你们这先生是谁，怎么回事？来，你们根本就不懂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就别痴心妄想了。你们是不可能找到他的，就连我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说了半天，你们就是函授课程是吧？哈，这么不被重视，你这个函授一期多少钱呢？你什么都不懂。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无处不在，但他也无迹可寻。他可以精准地算到每个人在想什么，然后让你不知不觉地按照他的想法来做事儿。我的迷心术就是他教的。我觉得你这个什么迷心术啊，你师傅可能给你教坏了。你练这东西已经练得走火入魔了，但是你没发现吗？其实你迷来迷去，你都在听他的指令，他在利用你呢，明白吗？不，是先生他救了我，把我从毫无意义的人生里拉了出来，拉到电信诈骗了。我问你，之前的电信诈骗案是不是你这个师傅教唆你的？好，那么换个问题，你跟红姐的合作是不是也是你师傅安排好的？让你去电信诈骗，弄出人命，吸引我们警方的注意力，把所有的矛头再指向红姐，然后她想干嘛就干嘛，最后你怎么安排啊？你师傅跟你说了吗？你师傅拿所谓的迷心术把你从什么无聊的人生当中弄出来，你用迷心术把王雪弄死了，然后最后的结果你跟王雪没区别。你现在也好，还是红姐也好，不就是他安排好的炮灰吗？不就是这意思吗？你还不明白吗？李安福，你跟王雪在网上所有的聊天记录，我们已经请专家分析判断过了，最后我们发现这已经不是一起简简单单的电信诈骗了，因为你有明确的自杀诱导传输给了王雪，导致了王雪自杀身亡。你摊上的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来吧，李安福，你老老实实的把你知道的关于你师傅就是先生所有的情况跟我们这儿讲清楚。来，快点！先生他是5年前找到我的，我当时还在一家地下会所工作，一点做人的尊严都没有。直到我碰到了先生。走私做这么大，我向来都是很谨慎的。我的电脑里装的都是企业级的高级防火墙，可偏偏就是这个 IP 的来源，我根本查不到。更可怕的是，他还可以随时随地毫无征兆的把视频电话打进来。我也很好奇，也想看看对方究竟是谁，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本事？视频接通后，我看不到对方的脸。他穿着一身西装，戴着手套，手里还挂着一只银手杖。他跟我说，他观察我很久了，说我身上有一种异于常人的天赋和潜质，他想帮助我。我对这种来路不明的、神神秘秘的人，绝不会相信他说的任何一句话。我想把视频关了，可是根本就关不掉。视频里的先生告诉我一个重要的信息。他教我的这些让我屡试不爽。以前的那些女人对我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现在都变成了被我随心所欲操纵的木偶。虽然从没见过，但好几次他都帮我化险为夷，
我就彻底相信，先生，他是真的想要和我合作。我很感激先生，是他让我找回了做人的尊严，所以他让我做什么，我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做。罗队，直到现在才跟警方说明情况，是我的问题，我向你们道歉。道歉有用，要我们警察干什么呀？虽然你没有犯罪故意，但你把东西藏起来了啊！当然，你这个今天提供的线索，确实帮我们破获这个走私案有一定帮助，一定程度上，也确实破坏了犯罪分子的犯罪计划。我是被那个丁生火给骗了。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你爸。我想来想去就这点事儿嘛。丁生火跟你爸有仇，所以他老拿着这个事儿来诱导你。我给你提个醒啊，过去的事儿不能老缠住咱们自己。你还有未来，你还年轻，你得专注眼前的这个事儿。丁生火，法律可以制裁他，你得迎接美好的光明的未来，是吧？罗队，你刚才讲这话啊，特别像我们的辅导员。我跟你开玩笑似的吗？能不能严肃点？你电话。我再跟你确认一下，你这回没什么事瞒着我了吧？没有了。这样你也不敢。谢谢罗队。红魔这事儿过去了，也没人愿意盯着你了。当学生你就得有个学生样，是吧？你在学校你得好好读书，毕了业以后认真工作，天经地义的事嘛，对不对？我是不想说在什么法制节目里边看着你消息了啊。哎呀，亏了我恶补了一下摩斯密码。你就说今天你留那东西，谁能看出来？也就我了。哼，以后这事儿也瞒不了我。哎呀，其实摩斯密码不太适合用来传递中文。还有那种用一长串数字代表手机9宫格键盘来给中文编码。罗队，我觉得你应该都学学。行了，光摩斯密码就让我头大了。你们现在法律专业知识学这么杂吗？我们那时候比你们还杂呢。你没走啊？恭喜恭喜！红姐的文物走私案和李安福的电信诈骗案，今天算是全部搞破了。本来要给你报备一下的啊，我们队呢打算坐庄，请你和你的战友们来顿大的，咱们以茶代酒，一是给你们庆功，二也算是践行吧。谢谢。一家人不分彼此。这些年去看过你师娘吗？是，我去了，给他添堵。哎呀，你们这一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要是想我们呢，这个就过来看看。反正你们省厅领导一般都挺忙，我们市局年轻同志上省厅看你们去。青城还真是个好地方。金山银山，人杰地灵，舍不得走了吧？真是，我准备再留一阵儿。是土特产还王啊？咱那个老三样，你再给我还有个煮饭没抓着呢。红姐这次你们不带走？红姐我们肯定得带走，这不还有个先生吗？先生是我们这批人的主犯，红姐才是你们最终目标。是，之前红姐确实是我的主犯，但是咱们查案子摸着摸着把先生给摸出来了。你是在这一亩三分地摸的呀？你不能说你这摸出来成你们成果，你打包带走，那我们怎么办啊？刚才还说一家人不分彼此呢。是一家人，是不分彼此，但是不能这么分，谁的案子谁来查，谁的主犯谁来抓。一家人你不能切案子玩啊！咋了这是？吵起来了？没事儿没事儿。小心眼儿，上当了吧？我逗你玩的。我也是逗你玩的，是不是你也上当了？哎，老同学呀，知根知底儿啊！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啥人呢？但是，我还真的知道你的日常安排。老赵天天逼着我，哎呀，这个苏勇同志来一趟，帮了咱们这么大的忙，走的时候你怎么地不得给人拉个横幅，敲个锣，打个鼓啊？你悄悄告诉我一下，哪天走？明天。突然又这么着急，怎么了？啊，就不能多待2天？真不拿我们这儿当家呀？多待2天也行，听你的，那我就多待2天。哎呀，可是我多待2天干什么呢？也是，要不我留下来协助你吧？别，你协来协去就成了我们又协助你了，你别来这套。就算我想协助你，也得领导同意啊！我到现在都没跟省厅汇报呢。麻烦你，千万别按照你脑子里边这个邪恶的、危险的想法这个方向去向领导做汇报。那我给你提个建议吧。你要踏踏实实走，你不抢我们战果的话，你提个论文我都没意见。抓先生，张文杰应该是个突破口。哦，要修表啊，明天赶早啊，也打烊了。哎，年轻人，你想干什么？今天在四德仓库救我的人是你吧？救人？哎呦，你也看见了，我只是个修表的，什么救人不救人的？你拿我的东西干什么呀？这东西很眼熟啊。你别嚷了，别他跑了，快！连工具还没收呢。看来今天那件黑色风衣应该也放在店里面的吧？要不我去找找。你是怎么认出我的？上次我来过你这儿，你听声辨锁和用钩针的手法，跟今天在四德仓库的那个人一模一样。还有，你这家店以前是我家的老宅，天底下没有那么巧的事儿，你跟我
肯定有什么关系。人家找你惹你了，一天到晚撵人不放，干嘛呢？那为什么最近发生这么多案子都跟他有关系？丁生火、李淑婷、李安福、红姐，包括那个死者王雪，都是和庄文杰有关的人，太巧了吧？我真不信。你就是压根儿不相信我看人的角度和眼光。你这一点，我还真从来没怀疑过。但咱们是警察，警察办案子不能光靠直觉，始终保持怀疑，才能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线索，才能查明案情的真相。我大学4年白念了是吗？罗坚，你是我师哥，我说什么你能不明白吗？就算我什么都不说，你心里也跟明镜似的，在这儿跟我揣着明白装糊涂。包括你师娘那事儿，你觉得你是去看他给他添堵啊，还是不去看他给他添堵？12年了，罗坚，你想什么呢？你跟小白一样，脑子好，眼睛毒啊！我没能瞒过你啊！你认识他？我姓许，叫许正清，跟你父亲是同门师兄弟。如果按照辈分来讲，你应该叫我一声大伯。可是孩子，我不敢认你呀，文杰，对不起，是我害死了你父亲。你说是你害了他，为什么这么说？你看，就在这个老宅里，我跟你爸从小一起长大，从你爷爷的身上学了一套敲门溜锁的江湖本事。我们俩就在社会上闯荡。那个时候年少无知啊，干了不少坏事。我记得我们俩偷的第一样东西是睡莲，当时这副睡莲是在一个归国华侨手上，被藏在了他别墅的保险柜里。要打开这个保险柜，必须用2个人配合的点珠法，所以我们俩就去了。印象中，我小时候没见过你。我跟你父亲合作到了98年底，那个时候，他遇见了你母亲。他告诉我，他不想干了，他想过安稳日子。再后来，就有了你。那期间，虽然知道彼此的消息，但是从来没见过面。直到了12年前，也就是2007年。
你是谁？丁生火，你的同行。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你散货的那个夏家，是我的老熟人。不紧张，我想和你来谈笔生意。坐。你想干什么？许先生，我知道你手法高超，这么些年行走江湖，都没有露出马脚，所以想邀请你干一件大事儿。洛神，没错，就是这幅周坊的洛神。这幅画上周就运来了青城，将在青城博物馆里展览1个月。每天展览结束之后呢，会运回茶园金库进行保存。要是想在路上和博物馆里动手，几乎不可能，只能在金库上想办法。你想在茶园金库动手？不可能。据我了解，茶园金库是每天至少10人以上的保安密度，这样的难度，你觉得我能搞定啊？放心，我会解决外围的安保。我需要你做的就是10分钟之内打开金库的3把锁。我的诚意很足，你可以放心开价。丁生火找的不是你吗？怎么到最后跟他一块偷的是我父亲？当时我一直在研究怎么样才能打开金库的大门。我研究来研究去，我觉得我做不到。想来想去，你父亲可以，我就把你父亲推荐给了丁生火。当时你父亲拒绝了与他合作的请求，我以为没事了，我就离开了青城。可是这个丁生火他没有放弃呀，他为了威逼你父亲，居然在你母亲身上下手。你说什么？中途出了岔子。今儿买了你们娘俩喜欢吃的菜，等着我给你们烙一手。你怎么来了？我老婆呢？第一次来，面生，怕你老婆看见我害怕，就让她在楼上休息了一会儿。放心，一点没伤着她。你到底想干什么？我就是想表达一下和你合作的诚意。曹宇，小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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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真点！小雨，张嘴，张嘴，小雨，小雨，小雨，坚持住啊！小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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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雨。
所以我母亲是因为这件事情才去世的，而不是因为她生了病才。你当时在学校，所以你不知道。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啊？妈妈可能还需要再检查一段时间，别着急啊，赶紧睡吧。那我乖乖等妈妈回来，不要骗我哦。我们等妈妈回来。患者是因为支气管痉挛引起并发症，导致心跳突然停止。我们已经努力抢救过了，但是很遗憾。你老婆已经这样了，不相信你儿子？祸不及家人，你敢不讲江湖规矩？什么年代了啊？谈什么江湖规矩？你之前要是老老实实的跟我合作，不会弄到今天这个地步。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帮我弄到洛神，你拿上钱，和你儿子踏踏实实的过上下半辈子。你老婆的事儿呢，确实是个意外，我也不想搞成这样。这钱我给你加100万，为你儿子考虑考虑吧。由于我的无心之举，竟然酿成了大错。后来我就劝他带着你一走了之算了，他说不行。这帮人要偷洛神，洛神图上藏着秘密，这个秘密意义重大，而且跟庄家有关，不能被这些人得到啊！秘密？什么秘密？要白他没有细说，我也不好问呢。他只是说这帮人势力很大，逃到哪儿都不是个办法。我隐隐的觉得，他好像是预感到了什么。观众朋友们2007年6月12号，我在电视上看到了洛神被窃，以及你爸爸开车坠江的消息，随即撞向路边的护栏，导致护栏破裂。该车也因为惯性的作用坠入江中。据悉，驾驶人为612洛神盗窃案的重点嫌疑人。洛神的案件发生以后，我吓坏了，我什么都不敢干。我想过要把你带走，没想到警察来了，我不敢暴露身份，只能暗中盯着你，怕那些人对你不利。后来你被安排到福利院，看到你一切平安，我就放心了。后来我金盆洗手，躲了起来。几年之后呢，等这个案子渐渐的平息了，我才敢出来。这不，5年前我就租下了你们家这个老宅，开了这个店，直到今天，你找到了我。按照你的说法，洛神应该是跟我父亲一块儿掉入江里面毁掉了。可是今天我在那个走私集团里面听到，洛神再次出现了，而且有一个叫先生的人一心想要得到这幅画。你说什么？先生？先生，你认识他？哎呦，12年了，我一直在调查这个事情。我发现丁生火背后
的确隐藏着一个犯罪集团，他们的头听说就叫先生。这个先生很厉害啊，我调查了这么久，才从道上零星的打听到了他的一些传闻。这个人呢，年轻的时候犯过事儿，伤了一条腿，直到今天还拄着拐棍儿。至于他长什么样子，有多大岁数，我一概不知，因为这个先生从来不露真身呢，他只是通过网络操纵那些手底下的人去犯罪。所以当年那个案子是先生策划的。我猜丁生火偷洛神一定是他指使的，包括您母亲的去世也是他有意为之。他就是想告诉你父亲，他们这帮人都是些亡命徒，什么事儿都能做得出来。这样想，我以前调查的情况就都对上了。什么情况？大概在半年前，我认识的一个鉴定高手，他悄悄地告诉我，他接触过洛神。那个鉴定师叫长乐，他表面上是古玩店的老板，实际上是黑市里鉴定字画的高手。我告诉你这件事儿，已经是冲着咱们几十年的交情了。不过这个我懂啊，兄弟啊，这可是块烫手的山芋，盯着他的人很多。我劝你呀，别掺和。过几天我得到消息，长乐死了，是醉酒溺水。这怎么可能呢？他有严重的肝病啊，滴酒不沾呐。一定是有人也从他那儿得到了消息，然后杀人灭口。我想这事儿要么是红姐干的，要么就是先生干的。可是那幅画，它有可能是真的吗？你等等，有几种可能。第一种，那幅洛神就是个赝品，是长乐看走眼了。不过凭他这么多年在江湖上的本事，要是说他看走了眼，这可能性不大。第二种，那幅画确确实实是你父亲偷来的真迹，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先生并没有得到手，而是落在别人手上了，所以先生又重新盯上了这幅画。还有一种可能，就可能性太小了，算了，不说了。不，你得说，我需要知道所有的可能性。文姐，我只是个猜测，我在想，你父亲会不会没死啊？那洛神依然在他手上啊。